你听过泡泡玛特吗？或是最近在滑 IG 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开箱公仔，长得又像精灵又像怪兽，有点萌又有点潮。那个东西就是这几年红翻天的泡泡玛特。不要以为这只是小朋友在玩的玩具，泡泡玛特是连大人都疯狂的那种。有多疯 ？Blackpink 的 Lisa、Rosa 会买，台湾的蔡依林、国际巨星蕾哈娜也在收集，甚至连泰国的公主，那位被媒体封为全球最有钱的公主，她都直接在包包上挂了一整串泡泡玛特的娃娃。你以为是挂好看的，并不是，这已经变成一种身份象征了。现在社群上大家不是晒名牌包，是晒谁抽到限量的泡泡玛特角色。这东西根本不是公仔，它是一场大人世界的收藏品，而且是会让人越玩越上瘾的那种。重点是，它还不是让你挑的哦。泡泡玛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盲盒，你买之前根本不知道里面是哪一只角色，会让人忍不住一盒接一盒买。有人甚至整箱地搬回家开，我朋友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想说试试看，结果抽到一只限量的超开心，接着就栽进去了。每周都说再一盒，最后一盒，现在他房间已经有一整面墙都是泡泡玛特。最近在国外，甚至还有新闻报道说，有人为了抢一只 Labubu 当场打起来，一个小娃娃可以让现场的大人吵起来，甚至打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才能这样？而且你更想不到的是，泡泡玛特一开始根本没什么知名度，也不是什么老品牌，它从一间小公司变成今天这种红到全球，连明星都在追的品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从表面数字来看，泡泡玛特最近真的非常风光。Labubu 爆红，股价今年已经涨了超过200%，创办人王宁甚至一举成为很男首富，身价超过200亿美金。你没有听错，是美金。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投资大波段的频道。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这是我的投资理念。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它到底是卖公仔，还是卖一种让人上瘾的情绪？接下来我就要带你好好看清楚，这家公司是怎么用一只小公仔打下全世界的大人市场。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什么是泡泡玛特？说到泡泡玛特，其实很多人以为它只是近几年才突然爆红的玩具品牌，但你知道吗？它其实早在2010年就诞生了，是一间从中国起家的公司。现在他们在全世界已经开了500家店，连台湾也有8间门市。从台北、新竹、台中到高雄，泡泡玛特有6大人气 IP。第一个就是现在最红的 Labubu， 这只毛茸茸的小精灵是比利时出生，但在香港长大的艺术家龙家生设计的。它的标志就是那一对尖尖的大耳朵，全身像玩偶一样的毛，还有嘴巴那9颗小尖牙，很有记忆点。甚至有粉丝说，光是它一个角色，就让它荷包大失血。2025年最新推出的 Labubu 前方高能盲盒系列，结合糖胶、毛绒，还有那种梦幻渐层的颜色，总共有7款。不少人一看到立刻喊要包色，结果就是在一次造成抢购风潮。除了 Labubu， 泡泡玛特的另一个超人气角色就是 Molly。这只角色是由香港艺术家 Kenny Wong 创作的，灵感来自一场为孩子画画的公益活动，原型是他当时遇到的一位小女孩。Molly 的特色就是那双超大的眼睛，嘟嘟的小嘴巴，看起来有点傲娇又可爱，超疗愈。还有像是来自泰国的 Cry Baby， 一看名字你大概就猜到了，她就是那个脸上永远挂着大颗泪珠的小女孩。她的创作者 Nessa 其实在设计这角色的时候，正好经历爱犬离世，所以希望透过这个角色告诉大家，哭没有关系，哭是正常的情绪释放。所以 Cry Baby 不只是可爱，更有一种安慰人心的力量。另外还有 Demo、School Band、Hirono 小野，每一个角色背后其实都有一段很完整的故事设定，不只是外形吸睛，还会让你对他们产生情感连结。例如 Demo 是个害羞的小男孩，总是在奇幻的世界中探索成长。School Band 是那种有个性，会穿越宇宙时空的酷女孩，个性完全来自设计师本人。而 Hirono 小野看起来有点厌世，却总能说出你心里的感受，难怪会被粉丝封为人生代言人。其实你如果有在追星，也一定会发现，泡泡玛特根本是连明星都疯。Blackpink 的 Lisa 就是超级铁粉，不止曾经整箱开了 Bobo， 还在包包上挂 Cry Baby 的联名款，一整个爱到不行。而且他们也不是只有做公仔哦，你知道泡泡玛特现在还出珠宝了吗？
2025年还推出了自己旗下的珠宝品牌 Papa， 主打就是那些你熟悉的角色 Labobo、Molly、Demo、Hero No 通通变成项链、手链、戒指，甚至还有纯金的版本。这些首饰在上海、北京的门市一开卖就卖到断货，再一次证明这品牌热度根本停不下来。如果你开始觉得哇这东西那么红，那怎么知道我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这点泡泡玛特也想得很周到。大型公仔系列会内建 NFC 晶片，拿手机一感应就知道是不是正版。中型公仔则会附一张身份卡，而盲盒则有镭射防伪标签，有些还会附 QR code 可以上网查验。买得安心，也收得安心。但是看到现在，我还是看不懂他在红什么啊！接下来我来逐一分析泡泡玛特爆红的原因。泡泡玛特为什么爆红？当你仔细看泡泡玛特的那些角色，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的脸几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不像迪士尼、吉卜力这些大品牌角色，总是有完整的故事背景和明确的情绪设定。泡泡玛特的角色看起来冷冷的，也没有什么剧情线，感觉情感连结很弱，但偏偏就是这种空白，让它成了爆款。为什么呢？其实正因为他们没有设定，反而创造了更大的自由度，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投射上去，看到的样子都不一样。从根本来看，爆红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点，一则社群贴文引爆转机。泡泡玛特一开始其实只是北京的一家生活选物店。据新浪财经报道，创办人王宁一开始的开店资金仅有人民币25万元，业绩普普。但在2016年，王宁发现店内卖的最好的商品，竟然是来自日本的盲盒玩具3年硬轴。他突发奇想，在网络上发文问粉丝，除了这个你们还喜欢什么？结果大家一面倒喊出 Molly， 他立刻亲自飞去香港谈合作，推出 Molly 的新作盲盒，一开卖就秒杀。这次爆红让泡泡玛特正式走上盲盒玩具之路，打开知名度。第二点，盲盒机制让人停不下来。泡泡玛特的最大特色就是你买了不知道会抽到哪一只的盲盒设计。每个系列通常有12款角色加1款隐藏版，开盒之前你不会知道里面是谁。这种拆盲盒的惊喜感让人欲罢不能。很多人一买就是整盒，只为抽中那隐藏版。有些粉丝甚至把拆盒过程拍成影片分享到社群，变成一种生活仪式。这种玩法不但刺激购买欲，也让话题延烧。第三点，角色设计有故事、有个性。泡泡玛特合作了超过350位艺术家和设计师，创造出一堆角色宇宙。Molly 有点傲娇的可爱女生 ，Labobo 毛茸茸像森林里的小怪兽 ，Crybaby 眼角挂着大颗泪珠，疗愈又让人共鸣。Demo 卷发小男孩，喜欢冒险。Scorbunner 外表酷酷，其实很有自我风格。这些角色不只是玩具，更像是粉丝心中的情感投射。有人觉得 Crybaby 像自己爱哭的模样，有人把 Molly 当成理想中的自己。这种情感连结是泡泡玛特最大的吸粉关键。第四点，从小玩具走向大生意。泡泡玛特不只做盲盒，也推出30公分、70公分的超大公仔，甚至还跨足珠宝品牌 Papa， 推出以 Labobo、Molly 等角色为主角的戒指、项链，从文创走向精品，把玩具变成时尚，让大人也心甘情愿买单。最后一点，社群力量持续发酵。泡泡玛特从一开始就是靠社群带动声量，不管是微博、小红书、Instagram 还是 TikTok， 粉丝们会主动分享开箱影片、晒收藏，甚至交换重复的角色，加上明星加持，像 Blackpink 的 Lisa 就是超级粉丝，这些都让泡泡玛特的讨论度居高不下，成为一种潮流文化。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把这一切经营起来的？又是靠什么赚钱，成为盲盒界的霸主？下一章我们来揭开泡泡玛特真正的商业模式。从投资角度看泡泡玛特，泡泡玛特这家公司现在还值得投资吗？还有空间吗？会不会其实早就开始泡沫化了？它从一家几乎没人注意的潮流玩具店起家，短短几年变成了潮玩界的迪士尼。更夸张的是，泡泡玛特的市值已经冲上了3660亿港币，动态本益比高达108倍。这什么意思？这代表市场对它未来的成长性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简单讲，就是大家觉得它未来一定会赚更多，所以现在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买进。但你知道，市场永远是理性与情绪交错的地方，一旦期待太高，现实却来不及跟上，问题就会浮现。就像6月中的那一波股价崩跌，
短短3天内，泡泡玛特连续遭遇3重打击。第一 ，Lobobu 系列突然大规模补货，本来被炒到高价的二手市场一系崩盘。原本一整盒 Lobobu 盲盒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500甚至2800人民币，补货一开，价格立刻跌到600多，甚至有隐藏款从4000多直接腰斩。这对于那些高价购入、准备转手赚价差的玩家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第二，摩根士丹利在同一天宣布，把泡泡玛特从他们的中国与香港市场重点关注名单中移除。原因很简单，你短线涨太多，估值太高了，我要先退场观望一下。这样的举动对市场就是一种信号。第三，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点名盲盒有让青少年成瘾的风险，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可能影响青少年或消费安全的东西，一向是严格控管。这一篇文章一出来，等于是点名预警，也让市场神经整个绷紧。这3重利空在3天内爆发，结果就是泡泡玛特的股价2天内暴跌超过12%。而这波补货事件背后的本质，其实是在测试一个问题：当商品价值不再由稀缺性决定，而是突然变成大家都能买到的时候，它的投资价值会不会瞬间消失？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尤其是有玩台股、美股或是台指期、美期的朋友们，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很多人在社群上开始怀疑，泡泡玛特是不是故意打压二手市场，让商品变得不再稀有。尽管公司内部表示，这次只是想改善购物体验，让黄牛少一点空间，但这样的说法未必能安抚那些本来抱着炒价差心态进场消费者或投资人。不止这样，还有一位很关键的角色也悄悄退场了。泡泡玛特的早期投资人之一，非执行董事涂真，已经在今年5月把手上所有股份全数出清，累计套现超过31亿人民币。虽然他口头上还是说对公司很有信心，但当一个老股东看过公司从无到有的关键人物选择退场，对其他投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为该考虑停利的暗示。除了估值过高、内部人出场、补货打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风险：政策。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强化对让人上瘾的商业模式的控管，无论是游戏、直播打赏，还是现在的盲盒，都有可能被列为整顿对象。一旦真的出台新法令，像是限制购买年龄、强制标示中奖几率，甚至限制上架通路，那对泡泡玛特来说都是直接影响营收的打击。那么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泡泡玛特还值得投资吗？如果你问的是长期价值，那答案是它的确还有故事可以说。从 IP 孵化、海外市场成长、毛绒与珠宝新品类扩张，到未来还有主题乐园可以期待，这些布局让它不像一般玩具公司，更像一家 IP 经纪商，一个未来的潮玩版迪士尼。但如果你问的是短期内能不能赚一波，那答案就不这么肯定了。它的股价已经反映了非常高的预期，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剧烈波动。这种公司适合长线持有、有耐心等它长大的投资人，而不是追高杀低的短线操作者。泡泡玛特的故事正在走到一个分岔路口，一边是从收藏转型为真正的文化品牌，打造出像迪士尼一样永续的 IP 价值；另一边则是如果无法妥善管理估值与市场预期，很可能会重演泡沫破裂的老剧本。这是一间值得关注，但更值得小心的公司。你可以喜欢它的角色，爱上它的故事，但如果你想用它来赚钱，那就要记得不要只看热度，更要看它能不能走得久、走得远。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欢迎底下留言，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蒙，我们下次见。